如来佛祖究竟懂不懂爱情？换句话说，佛教到底懂不懂爱？提起这个话题，会让我们不自觉地想到白素贞与许仙的故事。金山寺的和尚法海，不顾他俩的真挚感情，强行将他们拆散。或许有人会说，既然遁入空门，便要斩断红尘，根本没必要将佛家与爱情放在一起谈。可你知道吗？佛教的始祖释迦牟尼曾在青壮年时期就主动去探索过什么叫做爱情，为此他时常去到王宫里的宫妓请教，两人也渐渐成为了好友。可这却让宫妓糜烂的男友心生嫉妒，误会了两人的关系，甚至出手刺杀悉达多王储，最终被关押了起来。胡范王对他施以酷刑，误会力天是邻国派来的奸细。悉达多得知了糜烂与力天的爱情故事，迅速赶往地牢，表示此事应由国王决断，并阻止胡范王继续动刑。两人剑拔弩张，然而紧张的气氛很快消散。悉达多说的没错，能处理这件事情的只有国王，而胡范王并非国王，没有过多的权力处置此事。胡范王怒火中烧，最后也只能愤然离去。地牢中只留下悉达多与力天单独相处。力天因爱人与悉达多亲密接触而心生嫉妒，悉达多耐心地向他解释，自己与糜烂仅仅只是朋友关系，这让力天既羞愧又懊悔。悉达多不明白究竟是怎样的感情，让他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不顾。力天只能这样说，王储殿下，只有当你爱上了他人，一切就都会明白了。悉达多很是茫然，他能感受到力天那炽热般的感情，但又不能完全明白爱情的真正含义。悉达多回到寝宫，他将两人的情谊告诉了侍女，他满眼宠溺地看着悉达多，看来王储还未发觉自己的心意。在侍女的眼中，王储与耶输陀罗公主青梅竹马，王储爱而不自知，也不知何时他才能明白这点。糜烂坐在花园门前，正等待着悉达多的消息。悉达多骑马归来，告知他力天已安然无恙，并向糜烂承诺他会尽他所能帮助糜烂和力天成婚。听完这些，糜烂对他感激涕零。夜晚来临，花院依旧歌舞成群，提婆达多沉醉其中。平日侍奉他的美人今日生病告假了，少了可心人的陪伴，提婆达多异常烦躁。他大声地喊来花院的管事，要他赶紧把那姑娘叫过来。姑娘只好带病前来跳舞，最终因体力不支倒地。可提婆达多才不管这些，命令他赶紧起来继续跳舞。悉达多受不了他这罔顾别人的行为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提婆达多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，既然如此，那换个人又有何妨？何必一定要这生病的姑娘出现？提婆达多没有反驳，他顺着悉达多的话点头。没想到下一秒，提婆达多居然拽住了悉达多身旁的糜烂，要求用糜烂代替那姑娘。悉达多整个人呆住了。提婆达多轻蔑一笑，王储怎么不说话了？你不能没有糜烂是吗？糜烂不能陪着你，就如同这姑娘不能陪着我是一个道理。悉达多一时不知该如何反驳对方，一种无力感涌上心头。他想起曾经对糜烂许下的承诺，两个女子他最终只能保下一个，最终他还是选择了糜烂。悉达多非常的难过，只能独自一人冥想，排遣心中的苦闷。就这么做了一夜，他的心情似乎好些。而提婆达多早已离开，可那生病的姑娘也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。造成这一切悲哀的是女子低下的地位，她们没有权利拒绝男人，一旦拒绝将被视为违背律法，会令他们受到严厉的惩罚。眼前这个场景深深刺痛了悉达多的心，他骑上快马返回王宫，直奔练武场，将满腔的愤怒全部发泄在提婆达多的身上。悉达多没有了往日里的规矩和善良，对着兄长大打出手，他要为受伤的女子讨个公道。两人就这样在沙地里相互厮打。恰逢此时，国王刚好回宫，他命令两人立即停手。看在国王的面子上，悉达多暂时放过了提婆达多。发生了这种事，祥光说什么都要为儿子讨个公道。他斥责悉达多既然敢对兄长拳脚相向，祥光要国王给他们一个说法。波提王后要求悉达多向提婆达多道歉，可却被悉达多无情地拒绝。他实在看不下去提婆达多的兽性。悉达多同情女子的遭遇，白天我们将女子视为女神，可当黑夜来临，她们却要沦为被发泄的对象。今日是兄长令我们蒙羞，我不曾逾越界限，而是兄长忘了做人的准则。可受到指责的不是他，反倒是我。悉达多从来没向父亲祈求过什么，但是今天他恳求父亲能下达一个命令，任何的女子，即使是妓女，都有权利拒绝男人，动用武力逼迫或者诋毁其名誉者，皆以谋杀罪论处。听到这里，侍女和波提王后都欣慰地笑了。同样
样身为女人，她们知道悉达多这是在为她们谋福祉。波提王后表示悉达多这么做是对的，最终国王同意了他的提议。这一命令很快便被宣布，花园的女子们得知后都欣喜万分，她们非常感激悉达多王储，让所有的女子都获得了尊重。国王来到地牢，打算处理厉天的事情。胡范王在一旁添油加醋地告知国王，表示厉天是邻国的奸细，还妄图要刺杀王储。国王听后怒不可遏，当即便要斩杀厉天。幸好悉达多及时赶到，他解释了其中缘由，并恳请国王能够允许他们二人成婚离开。国王怎么可能答应，当即就拒绝了他。悉达多只能从大局规劝国王，斩杀他国使臣会使两国交战，想必国王也不想看到生灵涂炭吧。最后他只好同意了悉达多的要求，无罪赦免了厉天。在悉达多的帮助下，弥勒与厉天顺利举办了婚礼，这对有情人终于能够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他们向悉达多表示感恩并道别。厉天带着弥勒要返回居萨罗国，却不知危险正悄然将至。国王断不会就这么放过厉天，他只是为了安抚王储才表面答应，实际早已经派出杀手埋伏在半路。而悉达多也早就料到了这一切，他紧随其后，十分利落地用点穴弄晕了那些杀手，并将他们带回了王宫。胡范王看见这一幕，心有不甘，他没想到悉达多如今会变得这么英勇。倘若让国王知道此事，他只会越发对悉达多满意，而提婆达多则永无继位的可能。胡范王和祥光在房间里密谋，他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，必须主动出击，才有可能赢得王位。而那个办法便是迎娶耶输陀罗。在胡范王护送耶输陀罗返回天臂城时，几名占星师在看过耶输陀罗的星象后预言，他将会嫁给一位伟大的帝王。善觉王紧接着问，若对方并非伟大的帝王的，占星师则笑着回答，那么公主的吉运也定会使对方成为伟大的帝王。善觉王又因阿斯陀仙人的预言对悉达多颇为不喜，反而对提婆达多赞赏有加。祥光听后可高兴坏了，这让夫妻俩又看到了希望。只要自己的儿子能顺利迎娶耶输陀罗，那么整个迦毗罗卫便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了。夜晚，国王盯着王冠失了神，居萨罗王之子的加冕仪式让国王心生渴望，加上悉达多近日表现得颇为勇敢，让他看到了悉达多的成长，决定要将王位传给悉达多，并为他举行盛大的加冕仪式。可祥光此时突然出现，他三言两语便劝说了国王的想法，表示国王应该先安排悉达多娶妻生子，若此时悉达多就专心于朝政，岂非再无子嗣的可能？国王觉得很有道理，于是广发邀请帖，让迦毗罗卫的王子公主们前来参加宴会，令他们寻找自己喜爱的伴侣。其中一份请帖还送到了天臂城。耶输陀罗听说了这个好消息，娇羞地跑开了。即便多日不见，悉达多的样貌依旧浮现在他的脑海，他如此的思念着悉达多，却不知悉达多是否也如这般的在思念着自己。善觉王和甘露王后很快出发，带着女儿来到迦毗罗卫。悉达多和提婆达多一同出城迎接，看见悉达多，甘露王后非常开心，可善觉王却不怎么高兴。相比之下，他还是更喜欢看起来骁勇善战的提婆达多。提婆达多还精心准备了礼物，他将一筐采摘的新鲜莲花送到耶输陀罗的面前，而耶输陀罗的眼里却只有悉达多。他笑着问悉达多是否也为自己准备了礼物。悉达多从怀中拿出一支莲花相赠，耶输陀罗开心地收下，并转头请提婆达多将那一篮莲花带回去。如此的差别对待令提婆达多十分气愤，他质问耶输陀罗，他的莲花与悉达多的有何不同？耶输陀罗笑着回答，两边的莲花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区别，但是它们代表的情谊不同。你的莲花都是让仆人采摘，而悉达多的却是自己亲手采摘。不信你看，悉达多的脚上还带有淤泥呢。紧接着，耶输陀罗便带着悉达多前去沐足去了。耶输陀罗陪着悉达多到河边洗脚，他在天臂城有听闻关于弥勒和厉天的故事。耶输陀罗满含爱意地询问悉达多是否懂得爱情是何物，可是悉达多却看不出他的意思。到了晚上，耶输陀罗娇羞地再一次说道，既然你已经学会了情感表达，那么你说说爱是什么？可悉达多还是没能理解他的意思，一板一眼地认真地回答了他。当说起耶输陀罗对自己而言意味着什么时，他脱口而出好朋友三个字。悉达多的这一回答让耶输陀罗伤心不已，他难过地跑回寝宫，趴在床上哭泣。侍女路过上前询问缘由，耶输陀罗将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。侍女微微一笑，她带着耶输陀罗来到悉达多的房间，那里放满了悉达多闲暇时所雕刻的雕塑，其中一个雕塑正是耶输陀罗。雕塑里倾注了满满的爱意和思念，只不过悉达多自己还不明白那
就是爱情。另一边，双方的家长坐在一起，共同谈论儿女们的婚事。波提王后和甘露王后都希望耶输陀罗和悉达多能在一起，可此时祥光却在一旁打断，他表示理应按照习俗，应当由兄长先行成婚，替自己的儿子说下与耶输陀罗的亲事。而善觉王也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嫁于提婆达多。此时的耶输陀罗还满心欢喜地在露台喂养鸽子，他全然不知提婆达多已经悄悄来到他的身后，这可把他给吓了一跳。提婆达多残忍地告诉他自己即将与他成婚，这一消息令耶输陀罗既震惊又悲愤。接下来他将如何摆脱提婆达多的纠缠，从而顺利地嫁给悉达多呢？